成千上万的人在一生中某个阶段会出现咬指甲的习惯，很多人为戒掉这个习惯付出了极大努力。采用的方法包括在手指表面搓辣椒，整天戴着手套，将手浸入盐中，以及想象细菌爬遍手指等。虽然并非所有人都爱咬指甲，但我们大多数人的确都有想要戒掉的习惯。那么戒掉习惯的最佳方法是什么？科学家将习惯定义为常规发生的行为，这些行为是在潜意识中被某些特定情境，如特定地点、时间或情绪状态等激发的。习惯可以是简单的动作，例如在压力大时揪头发，也可以包括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、更复杂的活动，例如熬夜或早晨冲咖啡。如果你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做某件事，那么这很有可能就是一种习惯。它们之所以形成，是因为在某个时刻，你的大脑感觉到这种行为是有益的。假设在打开一封给你带来压力的电子邮件后，你咬了指甲，这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它足以让你集中注意力，抑制了邮件导致的焦虑情绪。积极体验会刺激你的大脑，从而释放多巴胺，一种调节愉悦感的神经递质。多巴胺同时也有驱动神经系统重塑的效用，这意味着它可以改变神经元的连接和信号传递方式。你的大脑会建立起行为与奖励之间的联系，促使你重复某个行为。它还会把行为与其他线索关联起来，例如所处的环境。渐渐的，即使没有烦人的电子邮件和随后放松的体验，你只要坐在办公桌前，就会下意识地触发咬指甲的习惯。一旦建立了这种机制，这个线索、行动、奖励循环便会迅速运转，其速度超过了常规的决策流程。在你能够注意到并改正之前，某个习惯可能已经养成了。但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并非所有习惯都有害。习惯将过去行之有效的经验储存成记忆，以便你在当下能快速应对。一项研究估计，平均而言，人们每天有 40% 以上的时间一边进行常规重复的行为，一边想着其他事情。例如，似乎不需要思考的晨间流程可以为你节省时间和宝贵的精力。尽管如此，许多人养成的习惯对他们已经没有好处了。然而，研究表明，光靠意志往往无法长久地改变行为。这并不是说你无法改掉习惯，相反，通过了解习惯的本质，你可以为改掉习惯制定更好的计划。例如，我们知道习惯通常是由环境和重复流程引起的。躺在床上可能会让你无休止地刷手机，或者在沙发上看电视可能会让你想吃含糖的零食。管理行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识别触发行为的特定地点或时刻，然后尝试改变日常流程，或设置障碍，增加相应情境下做出行为的难度，从而纠正习惯。搬家、换工作，甚至尝试新的日程安排，都是戒掉旧习惯或养成新习惯的好时机。2005年的一项研究追踪了大学生转学前后的运动、阅读和看电视的习惯。当学生的生活脱离了旧的环境和日常流程后，他们的习惯，即使是根深蒂固的习惯，也会发生显著变化。一种名为习惯逆转训练的做法，可能有助于减少诸如咬指甲或揪头发之类的行为。该方法由心理学家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，通过用一种危害较轻的行为替代原有习惯来纠正习惯。这种训练需要你分析和了解自己的习惯线索，以便在正确的时间有效干预。例如，如果你在工作中习惯咬指甲，可以预先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减压玩具。当收到邮件并感觉有压力时，你可以用这个玩具来排解咬指甲的冲动。戒断习惯需要时间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请对自己保持耐心和宽容。尽管许多人总关注自己的坏习惯，那些帮助我们顺利进行基础日常活动的好习惯，也是值得赞许的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或是观看这些视频，为脑子补充营养的同时，了解它的运行原理，您的大脑定会受益匪浅。